大家好，我是微庄主哈。那我有一段时间没给大家录视频了，主要是呢我在憋一个大招，我在写关于黄金的投资策略的书啊，当然是还是我们一以贯之的周期策略，那么跨长周期的这个策略哈。那我也知道，就是黄金它主要的两次大型的牛市，就是70、80年代跟2000年哈。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黄金的牛市？怎么去理解它的底层逻辑？怎么去落地到我们的交易上？那在这本书呢，我都做了一个详细的阐述，希望能够用大家能够明白的语言阐述清楚周期策略和黄金周期策略的底层逻辑哈，希望到时候面试的时候能够对你们有帮助。好，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主要讲的是2025年剩下的赚钱机会。为什么我觉得一定要录这个视频呢？是因为我看到就是现在目前市场上前期跑得比较好的方向，基本上已经产生了一个短期的阶段性的高点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会迷茫，这个时候到底是市场已经走完了，还是说只是喘息而已？今天呢，这个视频就是关于接下去大的一个投资的方向。好，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图这个图非常重要，这是美元指数，可是它不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像这样黑线的美元指数。这个美元指数呢，有高点有低点，对吧？那么这是什么指数呢？这个是基于真实贸易的美元指数。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美元是被高估了的。什么意思哈？美元呢，它的作用分两种，两个大的方向。一个大的方向是什么？贸易，对吧？我们说全球的大部分的国际贸易是用美元来结算的。那么第二个方向呢，就是金融。我们说在大家在做这个金融投资的时候，会把本币换算成美元去投资美债、美股，甚至美元本身。那么我们刨出去金融市场的那部分来看真正的经济实体的交易，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美元指数走到了一个顶点。那么上一次的顶点什么时候？1985年跟1930年，这样的顶点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也就是说，美国的制造业它的实体经济对外出口是没有价格优势的，这会伤害他们的实体经济。就是在特朗普在任的这几年当中，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我们看哈，就是说当我们清晰的知道这个美元指数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跟它接下去可能会怎么走之后呢，这个就是我们接下去的一个最主要的理解全球市场的一个核心的主线，包括理解商品黄金、白银、原油，包括理解港股、亚洲整体的股市，包括 A 股，都跟这一条线索有关，就是美元的实体经济指数已经达到了一个极值，它的方向大方向是这样的，对吧？好，那么我们记住了哈，这个是第一个结论。那么我们看哈，这个是我刚才讲的，就是用金融交易出来的一个美元指数，它看不到绝对高点跟绝对低点，但是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在目前的最近的这样的一个交易当中，它已经在往下走了，而这个实际美元指数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位置这是70年之后的。我们再往下看，那么我们看哈，这是过去30年从1月1号一直到3月份的这个时候的美元指数的走势。我们会发现今年的美元指数截止到现在，美元指数的走势是过去30年当中最差的，明白吗？就这一个美元指数的走势，基本上就代表着今年的一个理解市场的一个主线。好，那我们继续看。那么当美元指数下行的时候，它会如何影响全球市场？这个图也非常非常重要哈。这个呢，后面呢是美元指数，黑色的这个 K 线是美元指数，那么紫色的线是什么呢？紫色的线是美股跟亚洲股市的套利 K 线。当紫色的线往上走，美股跑赢亚洲的整体市场，这个紫色的线往下走，也就是亚洲股市会跑赢。好，我们会发现
美元指数跟这一个套利 K 线是高度相关的，超高度相关的哈。如果你去计算它的相关性，它是高于 0.8 以上的，什么意思？就是非常高的相关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美元指数如果大方向往下走的话，也就是说这个比率往下走的话，这是利好亚洲股市的，明白吗？在大的资金会往亚洲股市来走，好，新兴国家来走。那么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就会利好港股。所以港股的这一个市场，我认为是最主要的是基于这个。因为基本面现在还没有完全能看到，但是我们的思路也不要完全被基本面所控制，明白吗？那我们再往下看这我回答了港股的一个大的方向的问题。那么在交易当中呢，这里我就不详细讲，我在圈子当中呢详细的讲这个交易怎么去做，在 A 股跟港股之间也要去做选择。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对于美股来说，现在大家已经看到美股在往下走。那么我们害怕的是什么？很多投资者，美股的投资者害怕的是什么？它何时跌，跌多少，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幅图？这幅图是一个美国的高股息的指数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周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我基于前面的这个周期呢，当时我跟大家说，有可能这条蓝线是11月份，是去年11月份左右。我当时讲说，如果是基于前面的这个下跌的话呢，有可能在11月份左右就会产生一个风险点。那么当时呢，正好是美国在竞选的时候，所以但是这个风险点呢就没有往下走，就是这个股市没有往下走，那它一直呢挺到现在如果过去10几年，也就是说在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走势是可以说话的，就是历史是会说话的，历史的规律呢大概是会继续产生的话，那么在这个位置应该有一个像这样的波动才对，才合理这个波动呢大概是在30%到40%左右。好，这个是2008年之后我们去总结的，大概是30%到40%左右，是一个相对来说合理的一个跌幅。如果我们再拉长周期来看，这个是标普500的走势，黑色的线，紫色的线呢是道琼斯工业指数跟黄金的比率。那么我们说呢，道琼斯工业指数跟黄金的比率呢，代表着资本流转，对吧？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很多遍了。那么当它过了这种颈线的时候如果你打开看，这里也有颈线。我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月线那么会发现当它往下走的时候，美股就会产生失去的10年，这个我也写了文章帖子跟大家解释。那么现在它也破了这个颈线，2个颈线，它要破这个之后，它就大的方向是往下走。那么我们如果回去看的话，如果在这种级别的下跌，就不是30%的事情了如果是这种资本流转级别的下跌，就不是30%的事情了。大概是前面这个是快50%，这也50%，这个也差不多。所以说呢，如果小周期看是30%，大周期看是50%，所以应该是一个30%到50%的一个跌幅的预期。那么现在当然还有很多人会讲说，因为在过去的从2008年之后10几年来说，对于投资美股的投资者来说，逢低买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就是这种低点小低点买入是个非常好的策略。但是目前在一个这样的位置上就不一定了所以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这个时候假如就我自己的美国的账户，我只会去找机会做空，不会去在这个位置想办法去做多。这是我对美股的一个总体的预期。我想我今天这个视频应该几乎把大家最近在交易上的这些小问题都解决了。那么就先录到这里，然后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给我留言，我们来讨论。